你是当时是哪个地方发现咱们频道的？其实就是疫情的时候嘛，然后啊，就是经常就是感觉嗯，应该多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想啊，德国人怎么想，因为我毕竟也在嗯嗯，德国嘛，然后就对对，发现您的频道就一直在收看、好的，非追常好。踪啊什么的。我们刚才就是在录这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谈论过，就说其实咱们呢都是在斯图加特上的大嗯，学，对吧？是是是。还可以说几乎是校友了。是呀，但是当时的话，来德国哪有什么什么微信呀之类的，每一个月回家打一次电话都觉得好是的，昂贵呀。哦，当时好像在那个就是华人开那种店可以买那种电话卡啊，的，电对不对？话卡，然后到嗯，电话亭去拨号的，我记得，对对对，是。我还记忆犹深。现在的话哪需要啊？对，所以感觉我们中国确实这几年，这20-30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嗯。嗯。因为我们也出国我是27年嘛，你也差不多了。哎呀，你很30年。成功啊，你看变成企没有没业主了，有没有，这个啊，倒是也是因为中国经济好，然依后托于中国经济，啊，肯定是有原因的了，对对，是嗯。的，我是在苏加特学的 BWL，就是哦，经济，它是本来就是 technical 问题的嘛。啊，因为在嗯嗯，苏加特，我就觉得跟什么 Bosch 啊、奔驰啊这些对企业，对，我们合作的特别很多，的多，哎，嗯嗯，对，所以理科方面学的很多了，还是有些帮助了。我们很多同学也在里面，然后有一嗯嗯，部分也回国发展，在国内发展的也也混得不错，很好，肯定哎，很啊，好，对对对。我现在嗯，不是也要马上回去了吗？哦，3个星期就你回去之后回去了。你还会过来吗？过来的话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说是主要就是在国内居住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边的员这边的工管理员工的话，怎么办？管理啊，基本上就是那个视频呀、电话啊，然后偶啊，尔过来出差了。好，嗯，我也是想，就是说是看看回国了以后能不能，就是说，其实我们，嗯就是有那个很多合作的伙伴啊什么的。嗯嗯，然后我也想回去看一下，能不能帮他们，就是说是提高一下他们的那个管理水平啊。你是说国内的国内吗？的企业，对。然嗯嗯，后因为我们也都是一起等于说成长的吧，但是他们成长速度很快了，这嗯嗯嗯，个倒是。嗯嗯，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是中国的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吧，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行业，嗯，他们就是可能就是管理方面还是，没有那么好的那种就是思路啊之类的。我一直在嗯嗯，德国，然后就是说是知道其他企业怎么管理，我自己也去嗯嗯，尝试去管理。就是说，我觉得嗯嗯。国内的话，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管理水平如果能够提高了，比如说尤其什么电算化啊之类的，啊，那利润提高了，员工的话，他们肯定也都会更好的福利啊、待遇啊。嗯嗯嗯，然后企业的利润多了的话，可以大家分，可以就是说是给员工一些嗯，福利啊，什么待遇可能会更好一些。嗯嗯，也会帮他们去那个至少怎么讲呢？我要是能帮他们的话，可以去，他们也是比较期望我回去看一下了。好。嗯。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山旮旯里面来啊？没看我是柏林的那个车牌，我一直在柏林。那是一个什么机会跑到这里啊？但是因为这块有一个公司跟我们以前也有业务啊，啊也有合是这样作啊，他们就是因为 Corona 要倒闭了。我哦本来想给他找一个，就是说是，但是也是粗法吧，然后跟他哦们就是谈一下业务啊什么的，才知道这个消息。哦然后就觉得他们还是就看没有什么希望啊之类的啊。最后就说啊，那我就把他们收购过来过来吧。啊这样子的话，他们还是挺，就是说德国人你也知道哈，他们对还是很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工作的那些人啊。对对对，然后主管啊，还有一些人啊，他们都是60来岁、50多岁。他们说，如果要是这个公司再不继续存在的话，肯定就是对一直到失业了，就是挺可怜的，对啊，挺可怜的。是的，就觉得那就那个什么，自己就是
收购一下，然后努力，但是确实挺累，挺辛苦的。在德国做老板风险比较高。对，没有人愿意当老板。对，其实我也不愿意做职员，其实在德国很舒服。对啊，我其实也不愿意接手的了，但是就是说，自己觉得还是还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对，也挺好的。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等于是也帮了人家一把。确实是帮了他们，所以员工也挺感激的吧。但是他们就是肯定还要很多东西要重新，你得就是去帮他们做一些优化啊什么的哈，管理方面啊各个方面。所以事情还是挺多。所以我特别想看看你们公司，然后可能今天一些说的话题呢，也回答了很多网友他们一直想知道的，就是在德国，像这种农村地区，他们怎么解决就业问题？我以前告诉过他们，就是其实在德国啊，他们中小企业创造是最多工作位置的，而且在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工业，所以他们就是没必要像我们国家那样有什么超大型那种城市啊。对。其实，在这种小地方就业啊，还有他们生活的水准还是挺高的。对，也就是你到德国之后，你到农村地区才能够真正看到，他们确实是个发达国家。是，然后他们员工都住到 house 啊之类的，对呀，我还住那个窝农。估计快到你们厂了啊。就在这儿。是金属方面的啊。对。它这厂的历史估计也是60、70年代就开始，还是更老？就是这个，他们前身是基本上都是上百年的。上百年啊，它是家族企业，对不对？以前是家族企业了，后来的话，因为印度啊、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多，然后就破产了。以前很大很大一个厂，然后他们现在的这些就是管生产的呀什么的，都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49年。可能有的老员工他一辈子都在一个厂干，对不对？这是很典型的德国这种中小企业的工作，就是不辞职，一直在干到退休。Hallo, guten Tag. Hallo, guten Tag. Herr Müller. Ich habe gedacht, du bist in dieser Branche fast 50 Jahre. Ja. 49 jetzt, oder? Wart in Rente, ja? Im 50. Jahr. Im 50. Jahr, okay. 已经50年了，在这个厂工作，一直在。Ja, schau li, gewinnen. Aber bald in Rente sind Sie, oder? Bitte? Bald in Rente, bald. Ja, ich könnte, aber Also, ich noch nicht. Okay. Wollen Sie mal mehr arbeiten? Ja, muss. Wir haben eine Aufgabe, ne? Genau. 他说他可以，他说他可以退休了，但是他不想，他继续工作。今天员工都休假了吗？还是 pause？ 可能正好几分钟的 pause。刚刚休息了，所以没人。他们早上6点半。早上6点半就上班了对，那就下午3点多就下班了。2点还是2点半？2点多。所以工作很轻松，对。也不会加班啊。对啊，就是德国这点，他们这企业还是挺好的，就是保证只是工作那么久。那个人呢？他是属于管理吗？没有，他就是在车间上正好休息。我们做那些产品啊，什么都用到航空啊，然后航天啊，空客啊什么的，他们最终用的产品还挺多的。就是空客也用你们的产品，对，那挺好的。就表示它的质量标准还是很高的对，就是说，所以他们都很难加工的东西了。当时就是你收购这个企业的时候，对于所谓的比如说他们的技术诀窍，他们会全部交给你们吗？这个的话，肯定这些诀窍啊什么的，肯定如果比如说我要是有需要啊，在中国啊什么的，他们肯定会无私的给。就是当时就是
之前已经谈判好了，就是这个细节吗？还是没有，其实这个就主要是人嘛，就哦是人的原因了。 能耗在这里面啊哎，啊对对啊对，人的原因，因为有了嗯他就是认准你了，就是说给他们机会啊什么啊啊的。如果你需要他们，比嗯，他如说是，会啊哎，他也会不会 OK 说是因为考虑德国的原因和对中国的对原因，他对就不会，就是还是有这个机会的了。因为如果你光看他们媒体的话，老是呢很负面的报道中国怎么样啊，就说中但是一般国人呢，企业的话，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是，昨天我也跟一个就是啊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个公司的老板在谈了，啊他们其实整个从企业来讲，从那个普通的人来讲的话，他们没有对中国有什么片面的看法啊、歧视啊之类的，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政府很搞笑，是不是啊？很脑残啊，对对对尤其那些绿党啊什么的，嗯然后他们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中国好啊之类的，肯定就是勤奋啊。我看您这样子的话，肯定如果中国的话，那个什么啊对崛起啊，或者是发展更好啊，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不对？啊对，他们就觉得是肯定可以理解的了。就是你是最好一个例子，其实对他们来说，哎对不对对对你是典型的中国人，而且又是位女性的企业主昨天的话，对就是那个她也是个女性的企业主了，啊然后她就是说，总是别人说啊，中国不能去啊，很可怕。她说我有可怕的，我就邀请她到时候去中国跟我一起去看看。她将会去马上会，她就是很兴奋，就是说好准备跟我一起去看看可怕的中国。对，不能够听他们媒体宣传哈，就是跟现实很脱节。就是就是说通过我的例子嘛，对跟我周围的至少接触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挺好的啊，然后也跟他们讨论了很多。那个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说，很欣欣向荣哈，对，所以我自己也会回去发展的原因了。然后就是他们有些员工开始可能对你了解不深，你觉得当初他们对你有一点排斥吗？作为一个女性的老板这个排斥的话好像倒没有，因为我一直是当合作老板的。但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行业进来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德国公司来做，然后从歧视啊各个方面应该还没有，因为当时的话我进来当时那个德国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他们也就是要做中国业务啊，他们做中国业务，而且当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我还是挺受重用的。很好很好啊，其实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他们有利润了，那肯定很开心啊。对啊，你肯定作为中国的员工，可以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利润，他们肯定是还是很欣赏你啊，重用你啊。我觉得就是中国还有德国两国之间的企业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对，比如说你刚才说过，就是德国一般来说不会加班，对吧？对，而且掐着点来，掐着点走，这点我在德国其他企业也是一样的。是。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中国的话，现在发展快了，但是就是说要提高工作的效率。然后这样子的话，人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是不是啊？可以享受一下生活啊，是的。然后不用所谓的特别卷啊什么的，是不是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下面提高的话，可能就是要在管理啊，提高工作效率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内耗啊，去这些可能去提高。然后可能比如说中国现在要转型啊之类的哈，那个你转型你肯定要提高效率，然后更多的那个给企业造更多的，不是通过时间来磨出来的那个利润，而是通过提高效率、提高管理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可以向德国多学一些了。我也是想比如说是回去，就是说自己能够想想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啊什么的，可能就是这方面吧。非常好。也是受了你的启发呀。没有，我没什么，我就是做节目而已。是，但是就是说是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了。
确实。没有考虑那么大，等于哎，就是啊，就是自己，你也知道，在德国的话，生活已经也很安很安逸了，逸了，对，出去度度假啊什么，不可嗯嗯能就是像以前的话也会这么去考虑。嗯嗯，但是疫情以后，肯定就更多的思考，就是说人啊，生的目的呀，有什么意义呀，嗯，怎么样对，一种生活的方式是自己想要的嘛？嗯。那你就是通过疫情，或者是通过这过去1年，比如说这种俄乌危机之后，是不是你对这种从国家的层面考虑也更多一些了，比对对对，原来？是，就是说爱国的感情啊什么的，就是还是更多一些。觉嗯，得确实有时候的话，国外哈什么的，就是那种，思想意识啊，那个根本就不去管你的历史啊，或者是你真正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就是说来龙在那儿，去脉那个哎，啊，对，就是说嗯嗯，媒体啊之类的，就是嗯嗯，说是，抹黑中国事情越来越多。我是嗯，觉得现在中国的话，那个应该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不管是嗯嗯，国内国外的哈，中国人团结起来，把中国就是说是建设的更强大。嗯，然后那个肯定这些就是说能抵制他们的压力打压，发展嗯，的更好。这个确实我的一个愿望吧，希望也是可以看到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肯定也是没问题的了。嗯。嗯，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你的员工都是德国人，对吧？对对对然后呢，你是一个中国的老板，对那这个他们内心对你，你觉得有没有抵触？啊，开始的时候，就是你收购他们的时候，嗯，其实这个公司它前身也是一个中国老板啊。啊，嗯，然后再说我跟他们就是说认识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因为就是说嗯，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个跟他们以前也是有业务方面的联系呀之类的。然嗯，后我是觉得他们这块儿的人，当时收购他们或者是决定，帮助他们再重新把这个公司做起来的原因，也是嗯，因为觉得他们人很好，很好，对。想去帮他们一把，而且通过我你是在的努力。危难的时候帮他们，哎，我觉对对对，得他们他们很还感激是的。感然后尤感恩的。其现在我开始的时候没嗯，有过来，就嗯，是让他们自己就是说是去努力啊什啊么的。啊，嗯，中间的话过来过几次，我是发现，可能应该跟他们一起嗯嗯，去把很多东西的话优化。嗯，然后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差不多算下来跟他们一起5、6个月。嗯，啊，在一起工作。然嗯，后他们可能就对我会越来越佩服，因为很多东西的嗯，话，他们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工作的习惯啊什嗯嗯么的。嗯，然后你跟他们去讲啊，可以这样子优化，那样子去嗯嗯，优化，哎，他们就是越来越佩服你的感觉了，就是嗯嗯，说肯定越来越，他们自己也看到希望了。哦，那好。是。因为你毕竟也接触这个行业，肯定也很多时间啊，对对对，挺久的，所以我对吧？很多我的经验跟他们对，来讲嗯啊，然嗯。后那个他们一听也就明白呀，或者就是说是慢慢的手把手去教他们啊，或者而且我觉得你站的高度肯定要比他们更高啊，对吧？你对对对，见的世面要比他们多，就是说所以是这个，就是嗯，说电算化，就是说嗯，是那个通过你的那个就是一些辅助的那嗯，个，就是你的公司的软件呀什么的哈，啊，这些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这一方面的话，他们以嗯，前比较薄弱的了。啊，他们但是技术方面的话，肯定就是没得说的，我对得对对，向他们去学习了。因为是几十年他们哎，对对那种对对经验对对对哈，对对，很多你不可能通过书本的传授的知识，而是他们自脑子对当中的对对对，嗯。悟应该可能很多方面也有悟性吧，就是他们悟嗯，出来的东西，对对不对？对对对，经验啊什么的确嗯嗯，实没有办法去替代。比如说嗯嗯，是，尤其生产方面的东西的话，那个嗯，真的是还是挺强的，他们。所以嗯嗯，也是回去看一下了，然后国内的一些厂家啊什么的有什么需求啊，或者啊，是有什么样子的，嗯，可以合作的地方啊，我就是说把中国和德国的优势再更好的结合起来。嗯，因为我毕竟来了德国20多年了嘛，对，国内的话最多是看一下，就是知道他们怎么样去运作，但是，细节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了解，怎么想帮，怎么样帮，或者是怎么样合作，可能这嗯。次回去了话，会更好的去讨论一下了，跟一些国内的几个企业吧。嗯，嗯。
还有具体到你们企业，就是你跟他们员工一般都会有交谈吗？对啊，肯定是每天谈谈都会有心见面。什么之类的，对吧？谈心啊什嗯，么的，就是这个还是我是觉得在这个小地方，对，是还的，是就是说这种呃那种 family，就是那种嗯嗯，家庭的那种氛围氛围啊，很很重要重要，很强。他们也是，就是说是嗯大家都会有个什么事情的话，都不会说不去嗯，管啊，都是把什么事情做好为目的了。也就是有主人翁的精对对神在一个对对企业里面，对对，那所以就非说，常重要，哎，对，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所以你说，也能够放手，哎，你能够回离开，去的话，肯对，定他们也会很尽力的去做好去做，自己的工作啊，嗯嗯然后还是挺放心的，是，嗯，他们肯定也会珍惜这些这个机会了，机会，是的。